我从小就没见过爷爷，奶奶说他在我出生前就已经不在了。可奇怪的是，爷爷却经常出现在我的视线里，但出现的地点十分诡异。他会突然出现在柜子里、桌子下，甚至在我的被窝里。爷爷就这样突然出现，并盯着我看。我感到非常害怕，多次向父母询问他们是否看得到爷爷，可他们全都表示看不见。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得到爷爷吗？长大后，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，我决定回到乡下奶奶家寻找真相。大家好，我是宝海之鱼啊，欢迎来到看故事时间，看那些鬼怪的都市传说的故事啊，关于四门市的一些传闻。上一次是看完了二重生这个故事啊，接下来是我的爷爷这个故事。我的爷爷怎么了啊？发生了什么 ？OK， 我们废话少说，直接开始吧。我的爷爷，这是什么？公交车啊？我是住乡下的人吗？从车站出发到现在过去了3个小时了。公交车窗外是一片金黄色的麦田，看来距离目的地的地方已经不远了。乡间大多数是平整的水泥小路，行驶起来比我想象中的要安稳得多。这些路是什么时候修的呢？印象中小时候这里的路面全是坑坑洼洼的。我上一次来这个地方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小时候我曾数次坐在父亲的车上前往奶奶家。最早能记得一次应该是我在读小学1年级的时候，那段记忆如今也模糊的只剩下一个大致的轮廓了。在我的回忆里，奶奶家养过一只毛色乌黑的小狗，我和父母一起住在2楼的一个房间里。老实说，我非常讨厌乡下，每当父亲提出要去奶奶家时，我都很抵触。这份厌恶并非只源于这些生活琐事，而是有着更复杂的理由。哦，他的爷爷吗？我感觉他的爷爷会很怪。事实上，我在奶奶家曾经有过一段奇妙的体验。小时候的我好像拥有某种特殊的能力，就像某些灵异电影里才会上演的情节，比如说我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不过和电影里常见的通灵能力不同，我无法在墓地或者是事故多发地的场所看见鬼魂，只有待在奶奶家，我才会看见那些常人无法看见的存在。小学1年级的寒假，有段时间我和父母一起住在奶奶家。在奶奶家住下的第2天清晨啊，我跟母亲说起了前一天晚上的事情。我说自己在厕所里遇见了爷爷，那也就是说这个故事的爷爷应该是已经不在了吧，不在人世了吧。小便时，爷爷的脑袋突然从厕所天花板探了出来，吓了我一跳。母亲没有责备我，只是轻轻敲了我的头，让我不要乱说奇怪的话。当时的我还很天真，连人死不能复生这种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。果然爷爷已经不在人世了。其实爷爷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不在了，这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。所以那个夜晚我在厕所里遭遇的究竟是什么？按常理来说，要么是我眼花了，要么是我做了噩梦啊。但现实却让这2种解释都站不住脚啊。自从住进奶奶家那天起，我就接连看见爷爷的身影。这不会真的会有爷爷探出头来吧？打开柜子的时候，他会从最上层缓缓探出脑袋对我笑。哎呦，真的会有爷爷！我的天哪，爷爷你是练过什么缩骨功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凳子吗？爷爷藏在这个凳子下面。哦，这是桌子。吃饭时只要低下头就能看见他藏在餐桌下面偷瞄我。入夜后躺在床上，不远处的衣柜缝隙里，他正躲在里头。哇塞，爷爷似乎无处不在，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。他能出现在任何我想象得到甚至想象不到的地方。是不是我的幻觉啊？冰箱里、床底下、被窝中，哇塞，被窝里，哇，这个有点恐怖啊！掀开被子一看，爷爷的头在我下面，我的天哪！爷爷总是突然出现，试图吓我一跳。和小学1年级的我相比，他反而更像个孩子。小时候我总比别人慢半拍，经常要愣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。起初被他吓到时，我会忍不住哭出来，但后来我也慢慢习惯了。在这个家中，除了我以外，其他人似乎都看不见爷爷。我多次向母亲确认，问她能不能看见衣柜上半跪了的爷爷。为了让母亲看得更清楚，我还用手指向爷爷所在的位置。可就算她盯了半天，也依旧说自己什么也看不到。每当我提起爷爷，平时稳重的父亲总会难得的开起玩笑。他说爷爷其实是个外星人，家乡不在地球上，
或许我能看见爷爷，只是碰巧碰上他回来探亲了。一说到爷爷，奶奶便会没完没了地谈起他年轻时候的故事。我感觉故事到这儿似乎并没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啊，难道说这个爷爷还有什么秘密吗？他说爷爷年轻时在杂技团工作，相貌英俊。爷爷在杂技团工作，那他一定会缩骨功吧？奶奶对他一见钟情，经历种种波折，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。由于当时我年纪还太小，他的话我大多还听不懂。在奶奶的讲述里，我唯一能明白的只有爷爷是失踪的这件事情。根据他的说法，爷爷是在某个清晨突然从家里消失的。爷爷是失踪的，但是多年找不到，家里人就当去世处理了吧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母亲说的爷爷已经不在了，或许和我的理解有所不同。可这依然解释不了我为什么会看见爷爷的鬼魂。有没有可能爷爷其实根本就没去世，他一直躲在这个家里面？那可是爷爷真的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灵异故事里大多数都有个相似的设定，鬼魂之所以滞留人间，往往是对这个世界尚存留念，要让他们顺利轮回转世，就得帮助完成他们的心愿。爷爷的心愿究竟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。回想小时候的事，他只是一味的捉弄我，完全猜不透他的意图。若说他还有什么留念，我唯一能想到的便是奶奶了。印象里小时候我曾经见过这样一幕，那天我恰巧路过奶奶的房间，看见她坐在床边，爷爷就躺在她的腿上，他宛如对待小猫小狗一般温柔地抚摸着爷爷的脑袋。那是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场景，以至于我至今仍印象深刻。奶奶难道没有意识到躺在他腿上的是爷爷吗？即使是爷爷，这个动作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吧，对吧？毕竟是夫妻，毕竟是相爱的人，爷爷躺在奶奶腿上撒个娇什么的，对吧？也不是不行。曾听父亲说过，奶奶年轻时因为一场意外，双眼视力严重受损，她眼神不好，平时就没少认错人，因此他把爷爷认错成别的东西，倒也情有可原。小的时候，我既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也没发觉哪里奇怪。对于父母不自然的反应，我甚至没有过一丝怀疑。可如今怎么想都觉得不太对劲。哪里不对劲啊？我觉得很正常，感觉。难道不是只有我才能看见爷爷吗？鬼魂不是没有实体的吗？那奶奶为什么能摸到爷爷的脑袋呢？虽然小时候我多次近距离见到爷爷，却从没尝试触碰过他。或许和电影的设定不同，现实中的鬼魂也是有实体的吗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母亲又为什么说自己看不见爷爷呢？有道理哦，为什么？明明有实体却看得见，这显然违背了最基本的物理规律。如今回想起来，除此之外，母亲还做过许多不自然的举动。每当我告诉她我看见了爷爷，她都会用食物或是别的话题转移我的注意力。那有没有可能说全家人都在欺骗我，都说没有看到爷爷？可这是为什么呢？在这个家里，有关爷爷的一切就像几组永远咬合不上的齿轮，明明同住一个屋檐下，每个人对爷爷的说法和反应都截然不同。能看见爷爷的鬼魂的我，看不见爷爷鬼魂的母亲。开玩笑说爷爷是外星人的父亲，把爷爷错当成宠物的奶奶。如此看来，整件事似乎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关于这件事的记忆愈发模糊，可心里的违和感却与日俱增。或许是性格使然，我没法无视生活中那些不合常理的地方。我总隐隐觉得父母有事瞒着我，那些模糊的儿时记忆如今渐渐化作谜团的一部分。我想知道事情的真相，不是为了爷爷，而是为了给自己一个答案。按照目前来看，我感觉就是家人瞒着自己吧。奶奶在不久前过世了，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她是在养老院中度过的，因为走得十分突然，我们甚至没能见上她最后一面。听说奶奶经常坐在床上发呆，透过养老院的窗户向外看，会是一番什么样的光景呢？奶奶在养老院里住了10年之久，这期间我一次也没去看过她啊，至少去看看吧。我无法想象奶奶生活中的养老院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，不过我想应该和医院的住院部差不多吧。奶奶的葬礼非常简单，她几乎没有什么熟人，和亲戚一早就断了联系，将遗体火化后装入骨灰盒送往墓地，整个流程就只是这样而已。我是第一个参加亲人的葬礼，
或许因为奶奶年事已高，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悲伤。大家都很冷漠吗？感觉遗体火化的过程中，父亲低着头一言不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只好学着他的样子。奶奶去世后，父亲在想什么呢？他的心情一定很复杂吧，毕竟当年是父亲亲手将他送进养老院的。儿子把自己的妈妈送进养老院，我感觉这一句话很正常，但是呢，总感觉透露着心酸啊。随着刹车声响起，车身缓缓减速，终于到站了。早上8点乘上公交车，路上花了3个小时左右。下车后，我沿着小路步行了约2公里，对着照片上的房子反复确认无误。我在中午前顺利抵达了奶奶家。这座老房子有数年无人打理，一开门，一股浓烈的霉味就扑面而来。所以成年的我又回到了奶奶家，回到了奶奶当初的房子，是寻找答案吗？给自己一个答案吧。难道说也能见到爷爷吗？如果真的能见到爷爷的话，要么就是鬼，要么就是我的幻觉。屋子里四处积满灰尘，每走几步就会被蜘蛛网挡住去路。我揭开家具上的防尘布和旧报纸，物品的摆设仍停留在奶奶离开时的模样。我在玄关处找到了电闸，为了通风，我打开了所有的窗户。房子的构造分为上下2层，1楼是客厅、厨房和厕所，2楼则是3间卧室。除了奶奶自己住的房间外，其余2间都堆满了杂物，其中1间是父亲的房间，也就是当年我们一家3口留宿时住的那间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如今早已看不出当时的模样。我这一趟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，把有用的东西打包寄回城里，剩下的继续留在这栋老房子里。难道只是整理东西吗？不是为了寻找答案的。父母工作都抽不开时间，这个任务自然便落到了还在放暑假的我。不过除了整理奶奶的遗物，对我来说还有件更重要的事情。没错，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寻找当年的答案，还能不能看见爷爷，对不对？此行我希望能找到有关爷爷的线索，解开多年来藏在心中的疑问。上楼了，上2楼了。从1楼到2楼，我逐一核对了记忆里的每一处地方。厕所空无一物，我等了很久也没看见从天花板探出来的脑袋。餐桌底下、柜子上方、衣柜里、窗户外、冰箱中，我寻遍了房间的各个角落，可无论在哪儿都找不到爷爷的身影。找不到了。难不成是因为我长大了，所以就再也看不见鬼魂了吗？小孩子的通灵感通常会比大人强，更容易看见那些不干净的东西。在灵异故事中，这种设定很常见。我的情况难道也是如此吗？我最后一次见到爷爷应该是小学4年级的暑假，之后便再也没有印象了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线索，我便很快放弃了寻找爷爷的踪影。其实在奶奶过世后不久，我就萌生了调查这件事情的念头。在奶奶的葬礼上，我回忆起了那段不寻常的往事。我意识到想要揭开真相，这很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。为什么是最后的机会呢？难道以后就再也不能来了吗？奶奶住进养老院前，除了让父亲帮忙照料她的宠物，还把所有重要的证件都放在了父亲那里。趁着父母不在家，我偷偷翻看了那些证件。我本想找到关于爷爷的线索，结果却和预期大相径庭。奶奶的户口本上，婚姻状况那一栏清清楚楚写着未婚。奶奶是未婚，法律上奶奶是未婚，也就是说她和爷爷并不是合法的夫妻。所有证件里都找不到爷爷存在的痕迹，他们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，所以才选择不结婚的吗？这些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。我只知道爷爷天生残疾，常年待在家，无法外出工作。可爷爷之前不是……爷爷之所以残疾，所以才会在马戏团里面工作，扮演什么特殊的演员是吧？难道爷爷奶奶是因为经济压力或者当时什么的社会观念，所以才没有结婚的吗？除此之外，我还发现了另一件事，户口本显示的奶奶是 O 型血，而父亲是 AB 型。根据血型遗传规律， O 型血的母亲不可能生出 AB 血型的孩子。有点意思啊。也就是说，奶奶并不是父亲的亲生母亲。我并未感到震惊，不如说我早有预感。我的爷爷究竟是什么人？父亲和母亲又到底在隐瞒些什么呢？抱着这样的疑问，我继续寻找可能的线索。这是奶奶，这是爸爸，这是妈妈，这个是主人公是吧？在客厅的电视机旁，我发现了一张泛黄的合照，没有爷爷，这个全家福里面没有爷爷。
照片里面一共4个人，唯独没有爷爷的身影。从我的样貌判断，这应该是我不到1岁的时候拍的，距今已经有20年了。和奶奶晚年在养老院拍的照片相比，那时的她还很有精神。父亲的模样变化不大，母亲则明显比现在年轻许多。因为当时太过年幼，我对拍摄这张照片毫无记忆，不难推测拍下这张照片时，爷爷可能已经不在了。我在奶奶房间的抽屉里找到了一本老旧的相册，相册里大多是父亲小时候的照片，也有几张奶奶抱着父亲的合影。在这些照片里，只有一张格外不同。照片里有样东西显得格外显眼，一个做工精致、印着花鸟图案的陶瓷花瓶。我对这个花瓶有印象，它现在就摆在客厅的架子上。记得小时候来奶奶家，它就已经在那里了。这个花瓶并不起眼，我只知道它一直摆在那儿，却从未仔细看过。这张照片之所以给我古怪的感觉，并非因为花瓶本身，真正让人费解的是在花瓶上放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花瓶上面有个人头，这是一个面容姣好、笑容十分有感染力的外国青年。就算以现在的审美来看，他应该也是很受年轻女生欢迎的。若是把他的照片发到网上，想必会引来不少关注。难道说他是爷爷？难道说他是爷爷年轻的时候？爷爷难道是花瓶里的人质吗？啊！可怪的是，照片里只能看见他的脑袋，完全看不到其他身体的部位。房间里，一个外国青年的脑袋立在一只陶瓷花瓶上，这画面异常滑稽，像是专门用来恶搞某人的网络照片。要是会用 PS， 估计不到1分钟就能做出相同的效果。可明显那个年代没有这个 PS 的软件吧？可这张照片似乎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，因为不管怎么讲，这张照片都不可能是用 PS 合成的。照片的年代十分久远，拍摄时间至少是在40年前。以当时的技术，根本做不出来这么精细的图像处理。奶奶几乎一辈子都住在乡下，这里又没有电脑，10多年前甚至连网络都没有。我不认为他会特意找人合成这样的一张照片。可如果承认这张照片是真的，一切反而更容易解释。即便早已记不清老爷爷的具体长相，他脸上标志性的特征仍深深印在我心里。在他右眼角的下方有一颗黑痣，宛如一滴凝固的墨水。巧的是，照片里的外国青年右眼角下方也有个同样的黑痣。那这个就是爷爷的照片啊！爷爷年轻时那么帅的吗？啊，我的天哪！哦，等会儿，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，有没有可能是奶奶把爷爷变成了人质塞进了花盆里？因为爷爷太帅了，奶奶太爱他了，她担心有其他的女生看上自己的这个爷爷，所以她把他做成了人质，放进了这个瓶子里面。直觉告诉我这不是巧合，他们就是同一个人。回忆里，爷爷总出现在各种奇怪的地方。我之所以认定他是鬼魂，正是因为他出现的位置和角度都极其诡异。比如，我曾看见爷爷出现在柜子的上层，粗略算下来，柜子上层的高度也就50公分左右。那里虽然塞得下一颗脑袋，可成年人想钻进去，肩膀首先会被卡住。果然啊，爷爷一直都是用人质的方式来偷看我的吗？更何况柜子里空间很小，即便身体的柔韧度再高，也绝不可能装下一个成年人。但这个结论只适用于身体健全的人。那如果这个人本来就只有一颗脑袋呢？此刻一个无比荒诞的猜想在我脑海里浮现。或许从一开始我的想法就是错的。小时候我在这栋房子里，我看见的爷爷根本不是鬼魂。我只知道爷爷天生残疾，却从没想过他的身体竟然是这般模样。我听过没有四肢的人依然能存活的故事，可只靠一颗脑袋活下去，真的有可能吗？和我猜想的一样，父母果然有事瞒着我，因为没法跟我解释清楚爷爷的事，他们才编出那些一戳就破的谎言。随着我慢慢长大，过去的谎言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，所以在小学毕业后，父母就再也没有带我来过奶奶家。在此之前，我一直埋怨父母对我隐瞒真相。不可思议的是，此刻的我竟然开始理解他们的想法了。想让小孩子接受这些事实在是太难了，换作是我，大概也会做出和他们一样的选择。如今回想起来，奶奶真的是把爷爷当成宠物了吗？所以当时主人公提到爷爷躺在奶奶的腿上，奶奶抚摸着爷爷的头，而我在想，奶奶是把爷爷当成宠物了吗？其实并不是，只是当时躺在奶奶腿上的爷爷就是人质状态的爷爷，
就很小，跟宠物一样。我的天哪！当时他并没有注意到门外的我，也许他和父母一样，也在刻意对我隐瞒真相。毕竟，就算说出爷爷的真实情况，又有几个人会相信呢？如果非要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，我的爷爷更像是民间故事里的妖怪，只有脑袋的妖怪。类似的传说并不少见。没想到这样的故事设定竟然真的出现在现实里。那之后过了1个月，暑假就结束了。从奶奶家返程时，我收拾了满满一箱东西，那本相册也在其中。我没有去问父母那张照片的事，就算问了，他们也未必说实话。我在网上查到了一些看似相关的资料。哦呦，上世纪90年代，民间曾经流行过一个叫花瓶姑娘的魔术，它的核心原理就是利用光学错觉和舞台机制制造视觉欺骗。这种手法会让舞台上的演员看起来只有一颗脑袋立在花瓶上，但这完全是假象啊！花瓶姑娘的演员身体健全，并非只有头，只要看得仔细些，大多数人都能看出其中的端倪。我在大学时恰好认识了一位喜欢魔术的朋友，把照片拿给他看后，他的看法和我基本一致。尽管这个结论让人难以接受，但在反复思量后，我愈发确信，我的爷爷很可能不是人类。故事结束了，我的爷爷不是人类，这可能吗？我的爸爸不是奶奶亲生的，我的爷爷不是人类，那这一家子是拼凑而来的。这个故事感觉就是很正常，没有什么特别恐怖的东西啊。然后下一个故事是向日葵的种植方法。如果单看标题呢，感觉没什么，但是这是都市传说的故事啊，那么我不由联想到，我猜测种植向日葵的方法，那泥土啊、养料啊什么的，会不会是以人作为养料而种植向日葵呢？我瞎猜的啊。好吧，那这个都市传说就先到这里吧，下一个故事我们就下次再看吧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